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前往深圳的动车上，准备去找茶桥桥玩个2-3天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搭高铁/动车，心里其实有一点小忐忑，不过一路上还算顺利，该吃，该喝，手机没电就翻书，5个多小时也挺快就过去了。等到跟茶桥桥顺利会合的那一刻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可以一个人旅行玩得很自在的人。广州人说广东话。这一次是临时决定的 trip， 我完全没有做什么行程的规划，主打一个随心走，靠朋友。行程就交给茶桥桥带飞，特别是吃的这方面，我全程信任他的推荐。第一顿就直奔我超想吃的潮汕牛肉火锅，终于要来打卡正宗的啦！好好吃的牛肉，对啊，很嫩哦。我以为是那种宽的。粉条，好好吃，难怪你会胖，真没有办法，还是有好吃的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我觉得杭州才是这个真的好吃，干炒的炒粿条，然后就是比较细的。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真的很好吃，就是让你食欲大开的那种。这是什么？是肥牛，是吊龙，这是雪花，都很好吃。可以看出，这顿潮汕牛肉火锅深得我心。肉嫩汤鲜，真的好吃到让我感动，我好想再吃一次啊！吃饱之后当然是奶茶时间啦。我们买的是一个叫阿妈手做的奶茶，然后找了个地方坐着歇脚，顺便观察一下深圳人民的生活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节奏。这味儿太重。也不错哎，尝一下，吸。这家还可以吗？这个也好吃。这个不像饮料，像一个甜品。来深圳的第一天，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人行道真的有点拥挤，两边停满了脚踏车和电动车，走路的时候还得时不时看一下前后，有时候会有骑得很快的电动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，感觉有点危险。不过让我蛮意外的是，整座城市的氛围还挺安静的，也许是因为平日大家都在上班，没有那种一停下来就被喇叭声啊、嘈杂声包围的感觉，反而有点出奇的宁静。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是，深圳的绿化真的做得很好，马路边种满了树，尤其是那种不高不矮的行道树，不仅遮阳，还特别有美感。不上班在这样的城市里，心情也会变得轻松。来个 room tour， 进门右手边就是厕所，还有浴室。其实这个房间一个人以上住还挺尴尬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厕所跟淋浴间中间是一个透明的玻璃，然后如果你上厕所关门的话，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你在这上厕所
就有点尴尬。然后这里是洗手台，这左边是一个可以挂衣服的地方，还有一片玻璃。然后现在是晚上了，就先把它关上。然后是一个榻榻米的房间，有个小桌板，然后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 queen size 的床，然后那边又有一个窗户。对，房间大概就是长这样。一个人的话就刚刚好，两个人其实也可以。就是厕所的情况有一点尴尬。Day 2 in 深圳，一早就和茶乔乔来到樊楼吃早茶，据说是深圳的必吃。我们真的到得超级早，早到人家都还没有开门，我们就已经跟一群大爷大妈一起坐在门口等开门了。这顿整体还不错，除了炸牛奶我们俩一致觉得有点踩雷以外，其他都还挺好吃的。不过这里的分量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，一不小心就点太多了。就是外面一个粉肠，不是粉色的，是白色的，然后油条，然后包虾或者那种，有点像，差不多。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他们的核桃包子，松软的外皮，很浓浓的核桃香气，甜而不腻，大推。很利喉咙的。饭后，我们的第一站是园博园，这里曾是第5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的会址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免费开放的大型公园。园里集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园林设计风格，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园林元素。随便逛一圈都要好几个小时，真的非常的大。这里最著名的，我想应该就是这棵超级巨大的三角梅吧。有10几米高，盛开的时候就像一整面粉白色的花瀑布，据说是深圳闪三角梅的天花板。话说，原来三角梅也叫乐杜鹃，是深圳的市花，难怪在街头时不时能看到一大片开得很好的。整座城市到处都被粉粉紫紫的花点缀着，很有生命力。反倒让我有点感慨，新加坡虽然绿化做得很好，到处都郁郁葱葱，但大多数都是绿色植物，就让人忍不住想，如果多点像这样缤纷的色彩，应该会更有层次，更有活力吧。接着我们走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，随便走走看看文艺小清新们喜欢的地方。点了100多人民币啊！点吃饭，这家店好贵哦。是啊，这家店深圳最好的，不算深圳最好的连锁吧，不算精品。还不错，有点甜。这是啥？Americano。咖啡酸啊！咖啡71就吃了60多嘛，130多块钱。
刚好遇到一个免费的摄影展，萧全的书屋，我们就进去吹吹空调，看看大师的作品。之后，我们又走到离华侨城不远的雁寒山郊野公园，继续吸氧。这里下午很安静，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拍拍照。仙草芋圆，对，龟苓膏，龟苓膏，这个是仙草，对，你这是抹茶开心果双皮奶。逛了一圈有点累了，就简单吃点糖水和肠粉。这个仙草好吃哎，就是有点太甜了。好冷的。芋圆也好吃。牛奶布丁的味道。如果没有加开心果的话，就会很腻。什么美版港版手机？好挺好吃。其实没啥晚上吃的还行。那个我也知道。我觉得男生可能不行，女生可能是就是为了买手机壳，买点小玩意儿。到了傍晚，我们来爬大南山。这座山不高，难度也不大。我们下午5点多开始爬，刚好在山顶看到最后的夕阳，接着就可以欣赏夜景啦。如果你想要更从容一点的话，其实4点多来会比较好，多留点时间在山顶慢慢欣赏太阳下山和天色的变化。But 就算没有赶上日落，这里的夜景也是挺不错的。这一天我们走了26000多步，当然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啦。所以晚上我们就去吃了烤肉，也是超级好吃，可是把今天燃烧的热量又全部补回来了。这是鸡肉吗？也很好吃，有点水那个大块肉，好嫩哦，而且它调料好吃，不只是孜然的味道，就说不上来的好吃的味道。小炒面，好吃，这家真的很好吃，这条路都很好吃啊，是吗？对啊，看起来没有机会吃了，但是这条路真的很热闹。如果来深圳打工的话，可以一家一家慢慢吃过去。两边全是吃的。
在深圳，除了吃得很开心，另一件让我特别快乐的事，就是可以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四处穿梭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吹着凉风，不像骑脚踏车那么费劲儿，有种轻盈又自由的感觉。可能这就是拥有敞篷车的快乐了吧。可是不幸的是，这辆电动车电线接触不良，在深圳的第3天，从带它去维修开始。在深圳的最后一天，电车又坏掉了。之后，我们去逛了香港人很爱去的山姆会员店。对于孤陋寡闻的我来说，整体感觉就像是一个超市版的宜家，空间超级大，卖的东西都很大份，种类也很多，很适合家庭或团购式采购。加糖的，没有什么快乐。但能喝出来它用量挺干净的，配料。珍珠牛奶。在深圳的最后一餐，我们选择了深圳的市菜椰子鸡。好喝吗？还不错，就是没有吃过的味道，挺清甜，然后不算很腻。就是你一听椰子加鸡就觉得有点黑暗，但是没想到还不错。你尝尝这个，就是那个小猪猪里面叫什么马蹄这个腌肉也好吃。为什么它的马蹄是一小颗一小颗的？另外一个品种吗？应该吧。就是它故意崴成一个小球。鸡肉也不腻是吧？比新加坡腻。这鸡肉很好吃，就是有一个好吃的味道。新加坡没有什么味道，那个鸡。新加坡那个鸡不行。然后很嫩，好吃。转眼间，我的3天2夜的深圳之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吃吃逛逛，随心而行，在电动车后座感受风的方向，没有特别计划，却刚刚好。深圳，我们有缘再见啦，拜拜。